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許蘭芳，歡迎收看 Dr. Gracie。俗話說，男人40剩一張嘴，但是其實30歲就開始嘍。你幾歲了呢？單就荷爾蒙而言，20歲到25歲這段期間其實是最高峰的時候。你到30歲之後，荷爾蒙就會慢慢的下降，到40歲開始就會更下降。30歲開始慢慢荷爾蒙下降的時候，最簡單的方式，怎麼樣讓我的男性荷爾蒙不要下降的這麼快？因為第一個不可能不下降，這是每一個人都會接觸到的問題。你要怎麼樣延緩荷爾蒙下降的程度？第一個就是運動，針對荷爾蒙的運動，那就是重訓。你身體的肌肉質量越多，你的男性荷爾蒙就會下降的越緩慢。也就是說，它雖然這樣子下降，但是你一直有在補充，所以你的總量還是比別人多一點。我在健身房裡面有发现男生大部分喜歡練上半身比較多，就上面都練得很大只，可是你往下看，好細。我是在說他的雙腿很細。那其實如果你真的要練同樣的時間，同樣的累，那其實你練腿就是練核心，就是胸部以下、膝蓋以上的這個地方，你練出來的肌肉，它的 CP 值是會越高的。你練腿練好，比你有很大的二头肌能獲得的男性荷爾蒙越高。科學很早就已經有證實，肌肉质量跟男性荷爾蒙是成正比的。你肌肉量越多，你的男性荷爾蒙就會越多。你想要延緩你的男性荷爾蒙下降的速度，那你就讓自己至少30歲開始就有重訓的習慣，讓身體的肌肉維持在一定的量。再來，不要為了增加肌肉的量，看起來很大只去打荷爾蒙，因為如果你是打外來的荷爾蒙，你打久了，你的身體就會覺得，都有荷爾蒙來了，那我就不用再分泌了。那你就會發現，你的肌肉越來越大沒有錯，可是你的雞雞、你的陰莖會越來越小。那個是因為身體的荷爾蒙不再分泌之後，你的陰莖自然就會縮小了。那我這樣講好了，重訓的所有動作裡面含金量最高的是不是訓練這一塊肌肉？对啊，大腿這邊嘛，對，就硬舉或深蹲那種。對，就是硬舉跟深蹲。凱格爾運動呢？凱格爾式運動應該是說，凱格爾式運動你練的是骨盆底肌，因為射精是需要靠骨盆底肌這樣子收縮，所以如果有女生來看，你會發現你的伴侶在射精的時候，他不會射一次就沒了，他們會射一次，再一次。這一次一直擠，不知道在擠什麼。那個在擠的感覺就是骨盆底肌在收縮。所以如果男生你想要讓你的射精完的滿足感增加，那你就去練你的骨盆底肌。你的這個力量你控制的越足夠，它擠的越大力，你射完的滿足感就會越大。我只要骨盆底肌夠強健，我是可以讓它突然停下來，然後再射。对啊，不然你們射精是射一次就結束了嗎？當然啊。不是射完都還會再擠嗎？不會啊，還是我的骨盆底肌比較弱啊。那你去試試看，因為可以控制的，它就是這樣射完之後再擠，然後再擠。做愛到底是有氧運動還是無氧運動？如果這樣我提升心肺功能，我會提升我床上的。我覺得你問的問題很好，剛剛講的都是純粹在男性荷爾蒙上。增加男性荷爾蒙，你就是增加肌肉質量，但是做愛不是只有男性荷爾蒙就好了。那男性荷爾蒙管的是什麼？最直接就是性慾。那做愛不是只有男性荷爾蒙就好，你還是必須要有兩個人之間的互動啊，還等等的。那既然要有互動，你在做愛的過程當中，你在移動的也就是你的下半身，或者甚至有的人會喘，那只要涉及到喘，它就是有氧運動。大腦不會知道你現在是在跑步還是在做愛哦。他只會知道喘了，我的血液要回到心肺功能了。如果你平常沒有運動的習慣，你一旦做愛了，身體覺得你喘了，大腦就開始那個血趕快跑到心臟、肺臟，我要維持生命。他不管你要不要勃起。那這個時候，如果你平常沒有運動習慣的人，就會發現，為什麼我在好像快要喘的時候，為什麼陽痿了？為什麼軟掉了？有時候它不見得是你真的有什麼問題，而是你的身體並沒有習慣這個運動量，它只是把血液跑去它該去的地方，那陰莖沒有充血，那就會變軟。所以還是你要有肌肉的支撐，有氧的搭配，你
這樣整套在一起，你在動的時候，你有肌量，你有荷爾蒙，然後你又不會喘，才有辦法持久啊。最忠誠的建議，真的就是運動。你不管從任何運動開始都好，你不一定要去健身房，你快走也可以，你超慢跑也可以，你走路也可以，你就是慢慢訓練自己的心肺能力。就算你不做愛，你絕對你的身體到老了也不容易跌倒就骨折住院死掉。我覺得運動真的是對人最好的保養品，在性方面，在美容方面，在體態方面，在任何健康方面，我覺得運動是最基本的。真的要維持你的生活品質，或是你的兩性品質、你的性生活品質，還是要內求，而不是外求。你外來的永遠都只是暫時，它永遠填不滿你的滿足感。那喜歡影片的人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、開啟小鈴鐺，拜拜。